当比特币要回档的时候，他发现每一次至少都要回踩到跟 MVRV 为1同样的价格，比特币才能够再往上走。在3月的时候回档到这个价格才往上走，在7月的时候回档到这个价格才往上走。因此呢，他判断说，在2024年1月，现在比特币价格要回档的时候，这个币价可能也要回档到这个紫色线的地方，才能够往上突破。那这个紫色线的价格在哪里呢？你看，从2004年之前，黄金基本上就是平盘，可是从 ETF 通过之后，就开始大暴涨。所以他们告诉你说，ETF 通过之后就是永恒牛市，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在 ETF 通过之后。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期的加密市场数据报告。这个系列影片整理了我们从各大链上数据平台与权威机构报告，挑选出最值得币圈投资人留意的加密货币市场相关数据与图表。那在传统的金融市场，我们一般投资人很难立即得知大资金流动的真实资讯，但区块链允许了人人都能去阅读完全透明、不可篡改的链上数据，而这些都是你能获取超额报酬的资讯落差。如果你投资币圈却没有时间读这些资讯，没有关系，你可以简单花0.3秒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每个礼拜4或礼拜5不定期就会有一个10几分钟的影片，帮大家整理这个最及时、最重要的数据，并且用白话文统整给你听啊。那影片下方的时间戳记帮你整理好了不同的段落，说明栏也都有我们的资料出处，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这些第一手的资讯来源。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好，第一个我们看到灰度还要砸盘多久？这个相信有在投资币圈的朋友都知道，说最近这个比特币在 ETF 通过之后，是快速的从$49,000就一路的下跌嘛。那有在关注一些消息面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最主要的砸盘的原因是灰度的 GBTC 正在大量的被变卖。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报也有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说，灰度会砸盘的几个具体原因哦。那今天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灰度如果要砸盘，还可能要砸多久？这要怎么判断呢？也许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判断，但我们可以大概的估一下。从这个比特币的 ETF Tracker，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几档比特币 ETF 里面 ，GBTC 依然是持仓量，也就是 AUM 最大的一档，它上面有220多亿美元的持仓量。而第二名呢，这个期货 ETF 我们就跳过不看了。第二名就是贝莱德推出的这个 IBIT。有趣的是，它的持仓量距离灰度的200多亿还有点距离啊，它目前只有14亿的持仓量。那第三名这个富达的目前也只有12亿。那我认为这几个数字是我们在判断说这个灰度的 GBTC 砸盘有没有要停止的一个迹象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哦。就是你可以在新闻上可能看到很多人在吹捧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交易量很大啦，灰度以外的流入量很大等等的。整体来说，你把灰度的流出抛开不看，这个就是不对的。那你只看交易量，不看上面的资金的净流入流出，这个也是偏颇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估计一个，最后平均可能包括灰度啊，包括贝莱德，包括富达，他们每一个人的持仓量大概会在哪一个数字取得平衡？而灰度的这个目前很明显是不平衡的这个资金托管量的状态，它是还要花多久的时间才会把上面的比特币卖的一个差不多？无论是流到其他的现货 ETF， 或者是这些人他就想要变现成现金。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从新闻可以看到，基本上每天可能就是个几亿美元的流出。如果说我们假设最后灰度跟贝莱德的 ETF 是一人一半，那这样子这个流出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把这个卖压给消化掉。毕竟这200亿的资金，如果灰度依然是坚持要向他们收这个 1.5% 的年费，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不太划算的。现在我们看到黄金现货 ETF 的牛市开启，很多人会把比特币现货 ETF 跟黄金当年的现货 ETF 通过拿来比较。那我认为这两个比较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其实他们本质都是一个自然界当然比特币是中本聪发明的，但它现在也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资产，所以它就像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天然的商品，然后华尔街把它用一个 ETF 的方式，可以让股市的投资人可以更容易的交易它。那黄金的现货 ETF 问世是在2004年的12月，那比特币现货 ETF 当然就是2个礼拜前。你可以看到很多拿黄金 ETF 跟比特币 ETF 做比较的人会给你看这张图哦，就是你看从2004年之前，黄金基本上就是平盘，可是从 ETF 通过之后就开始大暴涨。所以他们告诉你说，ETF 通过之后就是永恒牛市这样的一个暴涨。可是
这张图当然没有错，这张图也没有造假，它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正确的。可是如果你看得更细节，你会发现，如果你数到按日子去数，2004年12月初黄金现货 ETF 开始交易的时候，事实上黄金的价格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档，以及接下来一小段时间的平盘的。如果你要说它平盘多久，这样抓一抓，差不多平盘了9个月之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长期来说，黄金现货 ETF 给黄金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资金灌入量，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在 ETF 通过之后，这个暴涨就会立刻到来，很有可能会先消化一波跌幅，让那些早期想要投资的股市玩家买完之后，这个暴涨才开始哦。那其实现在比特币通过现货 ETF 之后的走势，也是跟黄金一开始非常相似，所以我认为中长期来说，这两个标的的比较应该是还是蛮合理的。下一个我们看到 CoinShares 的这张图，这个机构资金少量流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数据报告也蛮常取的一个图哦。这个 CoinShares 它会每个礼拜帮大家整理机构的资金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加密货币市场。你可以发现，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那一周，这个蓝色的棒棒顶到了一个历史上没有看过的一个高度啊！一周有1200个 million 的美金净流入了加密货币市场，这个是过去几次的高点都翻3倍以上的一个数值哦。当然，这个是不令人意外，因为那天有10档的 ETF 通过了。可是有趣的是，立刻的紧接着一周，不但没有维持这一周的好表现，反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资金的流出。意味着可能很多的人就是在等这一波 ETF 通过，他要把 GBC 卖掉了。从 CoinShares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其中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Solana 这个币了。过去几周我们看到这个 Solana 基本上都是一枝独秀，无论其他币，比特币、以太币，他们的机构资金是流进还是流出 ，Solana 永远都是流入。可是呢，从2024年1月开始，这个态势似乎有一点反转了。就整个1月份来说，所有的加密货币加起来，只有 Solana 自己一档是呈现一个流出的情况。有没有可能表示说是许多的机构资金趁着这个 ETF 的话题，他们炒作了一波 Solana， 那他们现在认为话题落地了，利好落地了，他们决定出售他们的已经获利的 Solana， 造成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如果说机构的资金近期开始停止炒作 Solana， 那其实作为一个币圈投资人，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优质的公链，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我们更应该要去关注的。现在我们看到长期持有者获利了结，这个来自 Glassnode 的一个数据。我们在过去几次的数据报告也常常提到的，就是无论那个时间点比特币是涨还是跌，长期的比特币投资人，就是这个蓝色这条线一直是上升的，也就是长期的持币者，他们没有去出售他们的币，他们反而是继续囤比特币进到他们的钱包，而相反，短期的投资人则是一直在出售。但是呢，在这几天这件事情出现了一点反转哦。你可以看到长期持币者的这个持有量开始出现一个封顶，开始走平，甚至开始下跌，而短期的持有者开始持这个币了。这个意味着说，长期持有者开始获利了结。从这个蓝蓝绿绿黄黄红红的图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基本上这个 long term holder 的 NUPL， 如果说这个币价走到这个绿色的地方，也就是超越这个 0.5 的数字，就代表说现在有超过 50% 的长期持有者目前是一个有未实现获利的情况，那目前是有 55%。那 Glassnode 对历史的分析是，每一轮牛市开始之前，都会先有一段这个碰到绿色，然后回去。碰到绿色，然后回去；碰到绿色，然后回去，之后才开启牛市，之后才开启牛市，之后才开启牛市的一个走势哦。那这一轮牛市如果现在开启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走到了所谓先碰到一段绿色的一个局面哦。那根据 Glassnode 对历史数据的一个回顾，他也是判断说，应该会再回档到像这边是写的 4K 以下左右的位置，在黄色的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盘整，然后才会再开启真正的大牛市哦。那事实上，这个数据出来，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悲观的数据，因为长期持有者开始卖比特币了，他们是最信仰比特币的一群人，他们如果开始卖比特币，这不是对市场不好吗？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哦，大部分的大牛市的行情，比方说你可以看到2017年的这一段，以及2021年的这一段。大部分的大牛市行情，长期持有者的比例都是在下降的区间哦。这是因为长期持有者他们就是已经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多比特币了，所以在大牛的期间，就是需要由他们来出售他的比特币资产，来变现获利，来让短期的持有者能够在这个时候参与进来。这样子的换手情况才是每一轮牛市我们必须看见发生的事情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短线持有者开始愿意持有更多的比特币，
其实也是一个牛市前期的一个味道啊。像我们看到比特币短线持有者的 SOPR 跌破1，这个是 CryptoQuant 的认证分析师 Excel 丢出一个图啊。这个 SOPR 的意思，如果说它大于1，就代表说现在这个短线的比特币玩家他们是获利的情况；低于1就代表说他们没有获利了。这个数字从大于1到跌破1，代表着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现在的短线持有者他们并没有一个强烈的需要卖出套现的一个诱因了，因为如果说你原本现在卖出可以赚钱的话，你可能就会趁现在还能赚，赶快卖出。那现在既然这个数字已经跌于1了，可能很多人的态度就会转换成好，我等到这个有获利的时候再卖出。这个是第一层意思。那第二层意思，根据这位分析师的说法，他观察过去几次，当这个 SOPR 从蓝色跌到红色的时候，接下来币价都会有一波的跌幅。像这张图，黑色的是比特币的币价走势，这个蓝色、红色是 SOPR。你可以看到，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这边有从蓝色跌到红色，那随即在9月份的时候，比特币就有一波下跌。你可以看到，在5月份的时候跌进红色，那接下来这2个月比特币币价也是下跌。所以根据他的分析，比特币在未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应该还是会有持续的下跌的可能性哦。但好消息是，剧烈的下跌可能已经不会太明显出现了。那紧接着呢，这个 Excel 也提供了我们他认为说回调至少要到某一个价格才会买进的一个目标价哦。他提供了这张这个 Short Term Holder 的 MVRV 的指标图。这个是短线玩家的 MVRV 也算是我们数据报告非常常用的一个指标啦。它是从链上去看说这个比特币的市场价跟它透过钱包转移算出来的已实现价值的一个比值。我们直接看这张图好了。简单来说，这个紫色的曲线就是短线 MVRV 数值为1的一个价格线。当黑色的这个是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当比特币要回档的时候，他发现每一次至少都要回踩到跟 MVRV 为1同样的价格，比特币才能够再往上走。在3月的时候，回档到这个价格才往上走；在7月的时候，回档到这个价格才往上走；在9月的时候，它甚至要跌破了之后，才能在10月的时候往上走。因此呢，他判断说，在2024年1月，现在比特币价格要回档的时候，这个币价可能也要回档到这个紫色线的地方，才能够往上突破。那这个紫色线的价格在哪里呢？大约是在$37,600左右。所以说，如果这一整部影片你整个内容你都没有兴趣，你唯一想听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到底要在哪里能够抄底。好，我们今天的数据报告有一位分析师很勇敢的告诉了你他的预测啊，$37,600。那当然这个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但是我之所以把这个东西选出来，其实也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了一些类似或者是8、9不离10的一些分析。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有趣，然后过去几次也有印证的一个说法，所以这边提供给大家。当然有很多的技术分析或者是其他的分析方式会告诉你其他的价位，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可能就是分批进场。好，那讲了一大堆比特币还没跌完会继续下跌的东西，我们来讲一些我个人主观最想讲的一些乐观的东西哦。首先第一个，我们即将迎来比特币的上涨2月，你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不都说比特币是上涨10月吗？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比特币过去几年10月份确实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月份，只有2年的10月是下跌。同样的，2月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2年2月是下跌，其他的每一年的2月份，比特币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而且还有一个，只要这一年的1月是下跌，这一年的2月全部都是上涨。1月是下跌，2月就是上涨；1月都是下跌，2月都是上涨。那2024年的1月，很明显比特币是会用一个下跌来收场。如果说再重复这样的轨迹的话，2月份上涨的几率是蛮高的哦。但是当然，只用月份来告诉你说我们应该要在2月的时候买比特币，这个分析实在是说不出口啊。我们来看一下说，凭什么让2月有可能会是我们值得上涨的理由呢？我们第一个看一个这个比特币的减半行情，这个是来自推特账号 Root 的一个图。选这个图主要是想要回应某些认为说在减半日出现之前一定会有一波很大的大跌的一些分析师，因为他们是看这个2020年哦。我们先看这个图，白色区间的右侧就是比特币减半的时间点，你可以看到它画出的这个白色区间就是减半前3个月比特币的走势是如何。如果你只看2020年的时候，你确实会看到一波超级大跌，但是那是因为当时刚好是 COVID-19 的爆发，所以黑天鹅发生了。如果你再去看前一轮的减半，那一轮的减半就没有这样子的下跌发生，反而在减半之前还出现了一个
快速的上涨，减半之后才 sell the news 回档。也就是说，在过去8年的2次比特币减半之中，有一次是在发生前就暴涨，有一次是在发生后才暴涨。所以你很难告诉我说啊，根据历史，比特币减半是会先涨还是后涨？因为最近期的2次历史就是告诉你，一个是 A， 一个是 B。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预测，我们唯一能够预测的可能就是整体来说它会上涨，并且如果没有黑天鹅，它估计就是会提前上涨的。当然，也有一些分析师是表示说，现在这一轮的比特币牛熊是跟8年前的那一轮是比较接近的。那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可能之后再做内容跟大家分享。但总之，假设我预期说，这一轮可能不会有像黑天鹅这样的事情发生，比特币减半的行情可能会提前反应，因为这一次的比特币减半，我们预期是在可能4月底就会发生。如果说这个东西要提前反应，那其实也没有太多时间给我们反应了，1月已经结束了，要么就是在2月，要么就是在3月，要么就是在4月，要把这件事情反映出来。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其实最好的剧本行情是在这2-3个礼拜，甚至1个月的时间，比特币把价格跌到一个长期持有者卖的差不多，短线的 GBTC 抛售抛的差不多的时间点，然后呢，资金就可以慢慢的开始酝酿我们的4月减半行情了。当然，这是我希望能够看到最理想的一个剧本。但是我们现在能够预期各种不同剧本的猜测的命中率啊，这个要判断的东西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数据，如果你是一个有在研究币圈市场的一个投资人，可能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的一个数字哦，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很难以接受。那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币的相关性跌落了 0.7， 而且这个是几年以来的低点。一般比特币投资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大部分的加密货币就是跟着比特币走。如果比特币表现得好的话，我们至少会补涨或者是跟着涨；如果比特币表现不好的话，其他加密货币也很难表现得好。那确实，以山寨币的龙头以太币来跟比特币看的话，至少在2018年之后，比特币跟以太坊的这个相关系数就一直大于 0.7 哦。只有在2021年初，当时应该是因为 NFT 之乱的时候一度插针下去，但是又马上的上来。可是呢，这件事情不但在现在我们看到它又插下去 0.7 了，而且它背后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的好理解，就是因为现在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通过了，现在能够影响并且会去影响比特币价格走势的人，除了我们原本知道的比特币市场的一些巨鲸跟机构以外，华尔街的人也开始默默的进来这个市场，而原本非常擅长分析比特币市场、比特币巨鲸走势的人，他们也许不是那么擅长分析华尔街的巨鲸的动向。而这些华尔街巨鲸跟币圈人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只在乎比特币，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是真的不 care 以太币在做什么事情。他去针对比特币布局的时候，他不会去看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而这个跟大部分的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玩家还是有所不同的。大部分的，即使你是一个比特币最大主义者、币圈投资人，通常你还是会配置一些山寨币来去配置你的资产部位。所以说，整体在买进或卖出的时候，资产部位还是会一起移动的。但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要我做一个大胆的预测的话，我会预期说，比特币跟以太币的相关系数会持续的开始慢慢下降，并且长期低于 0.7 左右的这个数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而且如果这件事情成真的话，说明我们很多过去分析，无论是山寨市场或比特币市场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可能都要有所微调，或者是多次的重复确认了。最后，我们看一个 DeFi 相关的数据，这个是我在滑 DeFi Llama 的时候自己看到的。这通常在币价大幅下跌的时候啊，这个 DeFi 上面的总锁仓量的资金也会大量的下降。一方面是你把钱放在 DeFi 上面，其实就是你在投资币圈嘛，所以今天币价下跌的时候，一些人为了控制部位或者是控制风险，也就会抽出资金。这一点你从过去的牛熊变化其实都看得出来。那第二点就是因为 DeFi 的 TVL 它最后算成美元的话，本来在上面如果有1000颗以太币，那现在以太币跌了 20%， 那 TVL 也会减少 20%， 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去 DeFi Llama 上面看 TVL 的变化，你会看到说，现在整体的去中心化金融市场，它的资金量下跌，并没有到比特币跟以太币币价下跌这么夸张。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对我来说代表了2件事情哦。第一个是这一波大跌，应该就是由机构的玩家他们在撤资跟他们在获利出场造成的。因为机构玩家他们现在主要还是玩比特币，主要还是钱是放在钱包里面的。
所以今天他们在卖出的时候，他们不会牵连说自己的 DeFi 的钱包的资金也拿出来，这个是币圈人的钱包在放的地方。所以这边的减少的数值比较小，就说得通了。那第二件事情是，即使整个市场现在对于币价是有点恐慌，但是这个恐慌的态势是没有牵连到 DeFi 这个部分，说明虽然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目光开始逐渐看向中心化的啦、华尔街啦、ETF 的部分，但其实资金开发者跟真正的巨鲸，他们对于去中心化金融的发展还是依然是非常看好的，可以在这个下跌的市场依然把资金停留，甚至是放入更多的资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加密市场数据报告。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尽量多放一些不同角度的观点来衡量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对比特币价格后续走势的一些影响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提及的，包括不同的角度的对币价的一些预测等等，所以蛮需要观众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说，有没有哪一些数据其实也非常的有指标性，是我没有提到的，或者是无论你看的老师是靠技术分析，或者是基本面分析，或者是他的消息有告诉他说，其实哪一个价位才是我们真正可以进场抄底的点啊？如果你说你在3.7万就买的话，那就准备被割，也是蛮需要听大家的这个意见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自己放钱在这个市场的，能够买到更低还是更低啦。比起抄底抄在半山腰，如果是完全没有抄到，然后减半行情就已经开始的话，那对我来说是更加的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了。好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人法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这样啦，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